我今日做这样的事，便是为了让以后的阿和在做同样的事的时候，不再喜不可笑。既然我会不顾一切，那么你自然也会不顾一切。我和昌河，我和陆羽，就是一种绝对的相信。今日只要我的剑在手，我便能为他们，为我现在的家人，开辟一个未来。不自量力。死吧！这阵法外面，同样有个精通阵法的高手。我们的毒阵撑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我的武功只会拖累你。你自己先走吧。不如我们来补上一卦。若是桃花面，那便说明我们能顺利离开这里，赶在雨末之前办星落月影阁的第一场婚礼。若最后是见面，那便说明我们只能一起死在此处。来生再求重逢了。什么婚礼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要胡闹了。来。这算什么？这便叫逢凶化吉。看来你是一枚弃子。弃子吗？可是我的身旁有人。弃子都是孤子，但我不是。不仅不是，我还要为我身旁的心上人杀出一条血路。3尺，不见口鼻。青儿，你不许死！你若是死了，我就不答应你在星落月影阁成婚。如果我不死的话，你别答应我了。青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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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阳。
就是想逗你笑笑。我也不会说话呀。等，读。读者多劳嘛。啊，我死掉了。我的第3件事情，就是告诉雪薇，我喜欢她，而且喜欢很多年了。哟，客官，尝尝咱们家的大骨汤饼，只要1个铜板。不必了，多谢。哎呀，好吧。哎呀，入夜了，反而更热闹。哎呦，那是自然的。我们的主城啊，可是无双城。这初代城主曾助天武帝开国，被许了极大的独立权，连带四怀城啊都不曾设宵禁。这晚上啊，自然是热闹的。哟，这位大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吧？哎，有没有找到落脚处啊？哦，这不远处啊就是我家，只要3个铜板1碗。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哎，这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这位兄弟，发生何事了？不说是派出了上百名执剑人寻找追案的下落，逢人便杀，快跑吧！执剑人。哼，倒是来巧了。只是明日的对决，怕是看不上了。他们应当并没有真的来找我。宋颜回既然答应与我一战，那他就不会食言。若这些人大张旗鼓，还刻意制造杀戮，想必是为了抹黑宋颜回。看来是无双城内部出现了叛徒，他们想借这次事件夺走宋颜回的城主之位。你可是卓远？正是。此人应当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居然真的追到了卓远。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来看热闹的，但是现在，怕是要成为这热闹了。撤！是明天直接去看对决，还是今天晚上先找到苏沐雨啊？不急，找个客栈住下，明日直接去观战。哦哟，这是想给苏沐雨一个惊喜啊！老天！不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郎者，停下来，我们要下车。这距离客栈还有一段路程，现在下来干什么呀？老爹，借个火。好嘞。这是有故人离世，来这儿烧香的。
难得看你这么严肃，这石怀城有什么问题啊？若是真有问题，那问题就太大了。来这四怀城的人啊，这行为总是令人难以理解。看在你们出手大方的份上，咱们呀就多在这儿等会儿吧。服下这枚药丸，然后驾马车立刻离开这里。你我一路同行，便是缘分。我不忍心让你丧命于此。你若是出不了城，便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相信他讲的听话就可以不死。是。救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座城被人给下了毒。下毒？给一座城，什么毒有这么大的威力？是花尽散。此毒的毒性虽不大，但若长久待在被下了花尽散的空气中，若是普通人，则会昏迷晕厥；而习武之人却会内力暂时变得与废人无异。这花尽散传播虽广，但想要毒掉一整座城，也需筹备多年。我们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还没有嗅到花尽散的味道，如今车过半程，却到处都是这味道了。看来筹备多年，只等这一日。四怀城要变天了。错了，无双城仅有锻造匠营和门派弟子居住，大多数的生活起居都在四怀城。要想拿捏无双城，就要先拿捏四怀城，所以是无双城要变天了。老爹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快速找到苏沐雨？放心。这城中还有暗河之人，莫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来了你一人吗？我说暗河中只来了我一人，但是南安城里我就不知道了。找出无人之地，与他们会合。吃了这个就没得事了？只是会暂时缓解罢了。这花尽散的味道越来越浓，我们需要找到一处地方，让我布下不留地之阵，好隔绝这花尽散之毒。好嘞。走。有人下毒？什么人？今日怎么这么安静？这很奇怪吗？四怀城从来没有宵禁一说，这里是附近有名的不夜城。哦，那真是有趣了。明明最近应该涌入了更多的江湖人才对。吁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别去。先生。花尽散。
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看书啊？我要寻到法门，破这花尽伞之阵啊！现在看书是不是晚了点儿？不晚不晚，待着方寸烛燃尽之时，才是真正的晚了。雕虫小技，也想害我？四怀城被封，此事你可知道？师父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知道与你无关。你胆子虽然大，但不至于那么大。是谁做的？不知。我前后收到2只信鸽，都是匆忙发来的。有一只信鸽声称有人以无双城的名义在寻找卓越安，很明显是为了故意抹黑无双城和师傅您。还有一只则声称，城中出现的奇毒，寻常百姓都被毒晕了，而会武功之人也都内力尽失，一点气力都用不上，只能用信鸽传递消息。花剑伞之毒，传剑山岳来见。剑长老，他宣布退隐了。论武堂的掌事从来都不是剑山岳，而是剑无敌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所以把权力基本都交给了剑山岳。而剑无敌修炼的地方，不是在无双城，而是四怀城。师父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去一趟四怀城。师父，我同您一起去。剑无敌常年闭关修炼，论武堂想把手伸向四怀城，也绝非易事。今日之事，与天下方有关吗？我的好徒儿，你一直以为天下方会尽忠于你，没想到他们背后另有打算吧？我待会儿就去找皓月君问个明白。这只长矛，若是从背后刺向于我，倒也还算是不错。师父，徒儿是个废物，但不是畜生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舍得赶你走，你可知否？我无双城并没有多么清高，做不到一世独立。即便无双城不再是天下无双，可先人的风骨还在。你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顺势而为，还是有人早有布局啊？当初在万卷楼里拿的那些纸，被人调过包，但内容却是真的。所以我来此，是有人希望发生的事情。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利用？既然内容是真的，那这就是我必做之事。至于有人想利用我，那就必须要承受一些代价。也对，而且黑暗之中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，也让人心烦。那就借此机会看看，是何方神圣吧。神医，你的
已经带来了，多谢。那是啊，想到你铁定会要用到它，就算不是要打架，也可以遮遮雨啊。那这个就先给神医，拿着防身。好。周公子，最近你这个名气蛮大哦。哼，我以为来看热闹的就我一个人呢。命都要不保了，还看什么热闹？还好我这次出门前眼皮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就多做了几手准备。不过是来了几个小鬼罢了，我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？这区无双城的内乱，堂堂暗河大家长，竟也如此轻敌。你仔细闻一闻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股淡淡的花香味。这个季节，四怀城中开什么花？这四怀城又不是雪月城，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？花香，我这一路上啊，酒香肉香倒是不少。是毒。确实是毒，不过现在还不明显吧？等到一会儿花香浓郁，如坠百花丛中之时，就是你们任人宰割的良辰吉时了。这个是文家的嫡系门营才能饲养的绝顶五毒。去吧。听讲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库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这是什么阵法？五毒阵，寻常呢是用来困住人的，五毒将人困在其中，随后释放毒物。这是我们温家不外传的秘法。神医如今反着使用，是用来隔绝这花毒的。没错。遍布全城的毒，闻所未闻。能用出此等毒术的，天底下只有3人。我能想到的第一个，就是温家家主温壶酒。我舅舅的毒啊，确实冠绝天下，往上看3代，往下看3代，都找不到像他这般天才的毒术大家。但他呢，却是雪月城的联盟，绝对不会参与到无双城的破事中。况且啊，这里的毒，一看就是精心筹划多年。我舅舅他懒得很。这第2个人，应当来自唐门。没错。是唐门用毒第1人，唐灵皇。但唐门也是雪月城的联盟，而且啊，这唐灵皇只喜欢用能杀死人的毒。他还曾说过，若是这毒不能将对手给毒死，那便不能称之为毒。他在这方面的执念啊，可以称之为是魔障。那第3个人是谁？五毒门门主毒媚娘落烟蝶。只有他喜欢用这花香味的毒，他喜欢人在这温香暖玉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死去。这用毒之人都有这么变态的癖好？变不变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花尽散之毒，只能让人功力暂失，却不能置人于死地，说明他们留有后手。如今这四怀城中，亦有不少高手混入，甚至有，剑仙。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3军统帅叶萧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
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。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千奇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叶是大皇子骁勇的舅舅，而骁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宋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役，我就替你两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颈腹。那座城开始动了。今夜，消息应该没那么快到，但是按照之前的迹象，今夜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不过，他们可能想不到，如今的四怀城可不是普通的四怀城，他们隐去了暗河，而我则请了3大剑仙去看好戏。骁勇原本想借此机会掌控无双城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但他万万想不到苏沐雨故意将有人想利用他这一事告诉了我们。苏沐雨是个聪明人，这场无双之乱到最后想要破局，依然在于他的决定，看他想做苏沐雨，还是想做卓越安。嚯，这都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？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战，无关人等，请速离开。典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呐。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如旁骛。看来无双城内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
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。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敌人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然，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，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羽氏。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，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
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，仍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。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。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。很可惜，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。找准弱点，便能一击必杀。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。一剑断水。我也有一剑，剑名山雨晚来。空山新雨后，山雨晚来去。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。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也不算赢。典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哼。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
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啊，平时打完架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老天，你立刻传信回南安城，让赵岩放飞院子里的鸽子。那鸽子会自己飞回瑶王国。金马嫂若看到了那信鸽，便会立刻来南安城寻我。只有他能救我。好，好，我们立刻回南安。是谁？你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感觉？坐在这里喝着茶，安排着每个人要做的事情，有一种一览全局、万事尽在我手的感觉。你是谁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，可我却知道你是谁。大皇子萧勇。你敢说出我的名字？我发现你们天启城人可真有意思，总是拿着自己的规矩去看天下人。你以为别人就算看穿你的身份，也不敢说出来？可你不该这么看我。总有人不把你们的规矩放在眼里，不管是天启城，还是萧氏皇族，包括你们那个皇帝，在我眼里都不值一提。你究竟是谁？想知道我的名字，然后来找我寻仇？好，我叫李寒衣，常驻雪月城。我的师兄曾在天启所有高手的面前，将你的父亲打得一身功力尽废，而我们一直在雪月城。你们又何时敢来找我们麻烦？你们如此大费周章地对付无双城，不就是因为害怕我们吗？雪月剑仙李寒衣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你那雍容的气度呢？你那拳拳在握的淡然呢？来，喊人，杀我！乃是天启4守护之首，你却大逆不道，竟敢对皇子动手！你们承受得住这样的大罪吗？皇子无故不得离开天启，你却出现在四怀城中，你还说我大逆不道？我母亲守护的是天启，不是你们心怀鬼胎的皇子们！好，李城主，我想今日之事和雪月城没有关系，你又何必要纠缠不休呢？我既遇上，便就有关。差不多了，别把人吓坏了。谢继久，大殿下还记得我？先生也是来拦我的。这要看你如何看待此事。你觉得我是在拦你，其实我是在帮你。今日你真的拿下了这无双城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
飞虎将军在外面，城外还有一支随时待命的军队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整个四怀城都可以被踏平。我与李城主站在一起，吾等2人拦城，你再来一支军队，也跨不过我们2人2剑，1丈之地。你很少说如此狂妄的话。不对，这话还是说的谦逊了些。无需你，我1人1剑，剑长3尺，他们便跨不过这3尺。今日事，骁勇记下了。真麻烦，杀了了事。别！好歹是个皇子，你若真杀了，你母亲那里不好收场。我悄悄杀了，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还不知手上有多少无辜的性命。杀了他不可惜。江湖4大魔头，真应当有你一席之地。走。你方才该不会是真的想杀了他吧？我又不傻，何必给自己找麻烦？我不过是吓唬他。那接下来我们……既然没了那问剑之战，我自然是回雪月城。难得离开雪月城，不去些其他地方？你的话很多啊。哎，你呀，太凶了！我好歹和你师兄齐名，若论辈分，我是8公子，他是9公子，我还比他大一点呢。但你跟我说话，我总觉得是在威胁我。谁让你始终不愿意跟我比上一场？这如剑仙的剑，我还是很想见一见的。你若愿意跟我比上一场，我就邀你去雪月城，喝我那大师兄新鲜酿造的风花雪月。风花雪月是极好的，但是和你比上一场，却是大大的不好。死书生，凶婆娘，驾！苏昌河，驾！看到了剑仙都不停下来说上几句话，看来他们遇上了大麻烦。接下来我会睡着，可能接连17日都会醒不过来。你们不要担心，等我们到了南安城，我那十指感的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好，神医放心。但如果他没有及时赶到，我就会变成妖人。在我变得很丑之前，你一剑杀了我，听到了吗？他听不到，他也不能听到。妖王定然会赶到的。凡事总有万一，答应我，杀了我。可爹，你不许拦着。宇哥和哲叔还在屋里陪着师傅，师傅还不知何时能醒。长河大哥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传信回来让你放的信鸽，你放了吗？自然，可你信里还没说因为何事。你师父白鹤怀中了奇毒，需要药王杏百草才能解。那信鸽就是送往药王谷的。眼下药王还未到，时间怕是来不及了。不，师傅吉人自有天相，定能逢凶化吉的。
鹤羽药妆，鹤是小师叔，那这羽会是谁呢？这位先生是来问诊的吗？你是那羽？羽？什么羽？哦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应该是搞错了。我来这里是找我的小师叔的，麻烦您通报一声。小师叔？我们这里没有年纪这么大的人。药王新百草先生，赵岩，论辈分，你可以唤他一声师兄。你终于来了，里面请。哎。小百草，你来了。哎，一见面，第一件事就是占我的便宜。没错，师叔，是小百草来了。真快。我听闻药王新百草到了。没想到这药王谷的规矩如此之深啊！我若是药王，可受不了这气。师叔就是师叔，师祖他老人家爱才心切，见到好的苗子就忍不住收罗到门下了。不愧是药王，只是几针就药到病除了。药到病除？难道还没治好？这……你们先出去，我缓一缓，换一身衣服，再来和小百草详谈。公子是个剑客，或许算是吧。那敢问公子和我师叔的关系是？曾有机缘找神医医治过我家长辈，在医治的过程中，和神医成为了朋友。后来我这位兄弟出钱置办了这样一间宅子，为我和神医开了这间药庄。这药庄上面的羽字，便指的是我。果然如此。那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苏沐雨。是个好名字。那敢问公子，是我听说过的那个苏沐雨吗？或许是吧。我想过，当我们再次重逢时，他一定会震惊到我。没想到会如此震惊我，他居然和暗河一起开了家药庄。我们杀人，他救人，看似两条路上的人，却一起开了一间药庄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。明白了，一定是爱情，一定是因为他娘的爱情。你笑什么？一定不是因为你小子，因为你小子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东西。那就是你了。原来小师叔喜欢这种清冷公子的类型。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。那这位姓苏的小哥呢？你叫苏沐雨，那他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我啊，我是苏长河。送葬师苏长河。
新药王，送葬师可是我之前的名号，我现在是暗河的大家长。那你又是苏家的哪一位？在下苏哲。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。小百草，去哪儿啊？师叔啊，我看你面色红润，行动自如，定没有什么大呀。哪有什么药人之术，都是妄言。我就几针下去，就把你的病治好了，就不必留我吃晚饭了啊！告辞告辞。哎，前辈不必担心，如今的暗河已非昔日之暗河。那今日之送葬师不是昔日之送葬师吗？你犹豫了，你迟疑了。小百草，你就别逗苏沐雨了。这位苏哲，就是我寻找多年的阿爹。见过药王。怎么这般复杂？总而言之，我们不会伤害前辈，还请赶紧看病吧。苏沐雨，在改变暗河之前，我和哲叔是不是应该去江湖上做些好事，才能改变大家对我们的看法？可以确认了，是叶压的药人之术。看来他对药人之术掌控已经达到7、8成深了，远不是当初刚出谷时可以相提并论的了。所以我才找你来。小神医，我有些好奇，你和这位药王师侄相比，谁的医术更高一些？到底我是药王还是他是？要是我的医术比他高，辈分也比他高，那药王还能轮得到他？师叔过奖了。说吧，我这体内的药人之毒究竟能不能去除？师叔及时服用了我们药王谷的追亲丹，再加上刚刚的刑针，这毒虫死了，只是残余的虫毒尚未去除。这毒虫都能杀死，残余之毒这么麻烦吗？之前那本书中记载，身体上有虫毒之人，死后将会变成无法控制的药人。变成药人，这还没问题。到时候师叔已经死了，现实一点说，确实跟师叔也没有一点关系了。只不过人死之后还不得安宁，现在想想，确实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前辈能否将其驱除？若是不能，待我找到叶压下落，定将他带至此处。你放心，这自然能驱除，只是需要一点帮助。什么帮助？在下定然在所不辞。这可不是寻常的刑针，我要在师叔身上插上13根银针，到时候师叔体内就会气血翻涌，恍如坠入火山之中。这时候阻挡师叔体内真气流散的外物，越少越好。我不善医道，不太明白。白痴。就是说刑针的时候，白神医最多只能穿一身礼衣。粗俗。医者不避嫌，我此举只为救人，心无杂念啊。不过，苏公子你没问题。他要是不行，我可以上，我心也无杂念。我发誓，老子杀了你！哎，好说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这紫气东来都放出来了，这玩意儿纹上一颗要人命啊！治不了就算了。那你来选嘛，我们都行。哎，哲叔，你是他爹，你替他选。我替他杀了你倒是可以。这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